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в Приднестровье！ 当你打开欧洲地图，你不会找到这个国家的名字，因为它隐藏在摩尔多瓦境内德涅斯特河的东岸。德东地区最早作为俄罗斯扩展边疆活动的一部分，于1812年被土耳其割让给俄国。10月革命以后，摩尔多瓦本土独立，并于1918年并入罗马尼亚，但是该地区留在了乌克兰境内。1940年，苏联合并了德东地区，成立了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德战争期间，德国将这一地区归还给罗马尼亚。1944年，这里又被苏联重新占领。1991年，这里宣布脱离苏联独立。现今，国际普遍将这一地区视为摩尔多瓦的一部分。从基辛诺乌的汽车站可以搭乘小巴前往这里的首都蒂拉斯波尔，票价为55雷，车程为1个半小时。途中会经过陆路海关检查你的证件。德东拥有自己的货币，所以建议尽量刷卡消费，因为带出来哪里都用不了了。车上我遇到了2位来自德东地区的可爱女孩，给我展示了她们独有的护照，还硬塞给我2个火腿。谷歌翻译对我说，只有俄国人才会塞火腿给陌生人吃。与他们的谈话中，我能感到他们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但又对德东现状感到非常无奈。如果说 Chisinau 是前苏联版本 1.0， 这里我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前苏联版本 2.0。这个地方呢，名字非常长，叫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叫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应该没记错。这个地方呢，等于是历史非常复杂，然后基本上在国际上只有4个国家承认这个地方，就是阿塞拜疆的一块地方，还有一块地方是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还有南奥塞诸地。然后就这个地方，这4个地方并称俄罗斯在海外的4大飞地。但是如果你在联合国的话，基本上没有国家承认这个地方的存在。但是像我刚刚有经过海关，也不算海关，一个小小的边检口，然后这边有他的军队，大部分人是俄罗斯人，然后有他的货币，然后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带大家就四处逛一下，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在1990年呢，这个地方还是摩尔多瓦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地方经济非常发达，因为在苏联时期，苏联把很多的重工业都放在了这个涅德河的东岸。这边呢，当时90年的时候呢，占整个摩尔多瓦 GDP 的40%，而且整个国家的90%的发电量都是来自这个东岸。然后呢，1989年的时候呢，摩尔多瓦就在那个 Chisinau 的那个政府，因为他比较亲罗马尼亚派，他就把那个罗马尼亚语定为他的官方语言，想把那个俄语的那个地位放下来。他这样一搞呢，东岸的人就不干了，因为这边是属于亲俄派比较多的。然后东岸的人呢，就起义啊、抗争啊，到时候有罢工啊。然后这边后来全民公决通过了，这里成立一个共和国，是1990年的9月2号。这边公决独立也不能算独立，也算独立，半独立。我们成立共和国，我不跟你干了，因为你把那个俄语的那个地位降低。所以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战争叫旗帜战争，就是因为这边要独立，然后那个原首都那边摩尔多瓦那边肯定是不干。然后在1992年的时候，旗帜战争发生，很多冲突啊之类的。旗帜战争呢，死了1500人左右。后来经过俄罗斯老大哥的调停，然后就这样不了了之。当然，肯定俄罗斯是希望自己夺一块领土的，所以说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这边亲俄的程度大概是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在2006年，他们又举行了一个公投。我发现这个很喜欢玩公投，这边，欧洲都很喜欢玩公投。公投呢，发现96%的人都希望把现在这个东岸并入俄罗斯联邦。可以看到这个亲俄程度啊。走一下当地的离主干道1墙之隔的苏联风貌2.0版。可以看，基本上没有钱，然后资金可能基础设施的资金也不够。哟，这个是什么地方？这不会是茅厕吧？哇，哦God！ 第二次拍摄，因为第一次拍没有光。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这种茅厕了。我记得我上一次上这种茅厕是应该在10几年前，在农村的地方上这种茅厕。大家可以看到，还是非常原始的一个状态。可以看到我后面这个。如果说 Chisinau 是我们的20年前，这个地方应该是30年前，没有错。很多地方很凋零。今天是周日，有可能今天是周日，所以街上空无一人，很神奇的一个存在。然后大家想一下，在城市的首都，这个是首都的市中心，一路之隔有那样的厕所，是我们的什么年代？1970年、1960年，而且这个地方和 Chisinau 一样，基本上很少人会讲英语。找到讲英语的应该算我幸运。我想问一下，我到时候现在就抓年轻人问会不会讲英语，看他们对这个国家有什么看法。年轻人啊，现在就锁定年轻人。当当当当，大家看墙上这边 CCCP 就是前苏联的意思。这边应该是一个按前苏联风貌布置的一个餐厅，就冲这个肚子不饿也要进去看一下。你来这个国家，整个每时每刻你都在怀旧。你看这个前苏联的邮箱，关门了，那个应该是斯大林。关门了，关门了。Sorry. Hello. Is it open? You come here. Oh, okay. Sorry about that. Sorry, I can't. English. Oh, okay. Half hour later. Okay. Open. Okay, I come back.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这辆车也太酷了吧！找到了车子的主人。I can go for a ride. Are you sure? Okay. 进去坐一下。I don't have a license. If you have a key, You drive, I go for a ride. it's not my car. You can sit there inside. 哦，这个知道。进去坐。Yeah, I can go. 进去体验一下。啊 ，nice. How do you feel inside? It's very nice. Do you This still is blogger? vintage, not international. Chinese blogger. How many Yeah. subscribers do you have? 1 million. 1 million? Yeah. 1 million subscribers? Yeah, you're gonna be famous. Yeah. Yeah. Serious? Yeah. Wow.
调亮一下光，给大家看一下。这后面都是皮质的。这个地方，这个车子应该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开的，应该是这个餐厅的一个布置之一。这边老式的，哎呦，这个大家能想到，刹车的时候都会有那种咔咔的声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今天是周末，我没有看过这么冷清的周末的市场。我好像是整条街唯一的顾客。哦，后面来了2个，后面来了几个。给大家看，卖花的，这边很多卖花的，卖玩具的，义乌的。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这边不准拍照，然后响铃来警告我。我现在去那边看一下这一排，我觉得苏联的房子很喜欢建这么一排一大排，去看一下，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呢？你知道，在国内很多什么厂区的宿舍，这个就是那个感觉，就是厂区和宿舍区结合在一起的那个感觉。大家看。完全就是那个感觉。我来试一下前苏联时代建的，这个叫什么来着？荡秋千吗？秋千。开秋千还，哎呦，可以。哎呦，感觉我要滑下来了。哦，不行，我的包太大。OK。走，可以。很久没有坐秋千了啊！感觉时间凝固了。当个大的。还是挺坚固的。OK， 继续逛一逛。哈哈。这只猫非常的凶悍哦。Caught。That one? Собака。俄语教学 Caught Собака。Caught Собака。Немецкий. По-немецки говоришь? Привет, немецкий. Ты по-английски говоришь? Говоришь по-английски? По какому, на каком языке разговариваешь? Английском? Thank you. How do you say thank you? Немецкий, Deutsch. Okay. Не умеешь? Не English. Okay. На русском понимаешь? По-русски? По-русски. Да, вот по-русски. Понимаешь по-русски? Вот сейчас, понимаешь, я тебе говорю? Да. Япония, Китай, Америка, откуда приехал? Okay. China. С Китая? China. Китай. Yeah, guitar. 俄语、中文 guitar。给大家展示一下不会语言怎么交流。А здесь что делаешь? Работаешь? Здесь у нас в Russian работаешь? No, работаешь. Турист? Tourism, yeah, tourism. 又听懂了一个单词 tourism。 Турист, Yeah, понятно. yeah, tourism. Yeah. 好无聊。Хорошо? Нравится? Нравится здесь? Хорошо? Здесь. Good? Good. It's good. It's very calm. Beautiful. People are nice. People are nice, like are nice. Very, very nice. Yeah.
Спокойно, тихо. Ну тихо. No. Не понимаешь? Your family, you, son, daughter, husband, family, houses, your house. Ну, дом. Uh-huh. Да, здесь дом. Okay. You alone, one person or two person? Are you with your one person house? Okay. And these are yours, cot and yours. Собака моя. Собака. Okay. Моя. А Моя, кот okay. здесь живет. Кот Кот. живет здесь. Ah, cot is from here. Okay, собака is yours. Okay. 我刚刚就突然想，你要的幸福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在这么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国家，然后他们还有他自己的货币在外面还用不了、换不了，你还是可以很正常的生活。这边幸福不就是在这么安静的地方，然后有个狗，有个猫，去散散步，然后天气也很不错。这边冬天，我记得那个车上那2个小女孩跟我讲，冬天的话也不会到零下，也没有雪，这不就是幸福的生活吗？你还追求什么？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要这个要那个，我觉得这不就是可以听到树叶的声音？这个也太奇葩了，整个疯到了。但上面还是有人住啊，应该是有人住的。你看，那边都有晒衣服，可能是在后面，可能是在反面进去的。哎呦，这边猫真的是又来一只，我不知不觉就来了一只猫，过来。土豆1欧这么大一袋，然后这个是9.75，大概50 cent。1欧这么大一袋，这个很像大便呢。这什么？不会是吃的吧？这集快变成寻猫记。我在这里遇到的猫比遇到的会讲英语的人还多。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Малая. А что пора забрали? 这个人应该是，因为他刚刚给我做了一个动作。大家可以看到，有点钱的这边包一下，没有钱的就这样的。这上面那个也是。我有点目瞪口呆，怎么这么安静？怎么这么安静？我好像只看到了一个手表，这边是手表窗口。但是你能感觉到当时的基础建设有多好，因为当时这边是手刀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基础设施是有多么好，这是前苏联留下来的，这么好的基础设施。这个地方是前苏联在这一个邦的首都，所以当时的基础建设还是非常好的。火车站之旅结束，好，到站台了。除了荒凉，还有乌鸦的叫声。我真的觉得自己回到了70、80年代的中国。我看到了一个人在天桥上，他是我唯一看到的一个人。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值得来吗？我觉得这个地方肯定是不适合所有人的，很适合像我这样喜欢看一些不同的东西，喜欢时间穿越的人，喜欢冒险的人，或者是喜欢看一些旧的东西的人来。其他的如果想看什么沙滩啊，什么很漂亮的
风景啊，就不要来了，因为基本上大家可以看我后面的背景，就是这种很荒凉、空无一人，然后大家都不会讲英语。我刚刚就是问完那几个小妹妹以后，后来又碰到一个男的，他也不会讲英语，但是他稍微会讲一点点。他用那个 Google Translate 跟我聊了一些，他的意思是，他希望这个地方是，你知道是像欧盟，因为这样的话发展的会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这里的年轻人应该是喜欢跟欧盟去做进一步合作的，不会说像老一辈比较倾向于俄罗斯，好像很多地方都是这样，老一辈都比较倾向于你知道自己的宗主国，比较有那种怀旧啊，比较有情感，应该说比较有情感的牵连，但是年轻一辈肯定都是哪里更潮流，哪里更发达就往那边靠，一般都是这样的，所以这边也不例外。我特别喜欢这种地方，就是看一些不同的东西。我还喜欢这个地方的一个点是非常非常的安静，就感觉没有人打扰你一样。好了 ，Transnistria 这个国家名字我不想再念一遍了，就到这边，下个毛线再见。